风带你玩电影，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看完电影就爱逼逼的玄酱。猎春香薰4品皆全呐、好酒。只要有人就有恩怨，有恩怨就有江湖，人就是江湖。大家都是皮毛肉血，何必把天下搞得如此之乱？梨花宝典。1989年，徐克筹拍《笑傲江湖》时，邀请到了著名的武侠片导演胡金铨执导本片。徐胡联手本是一段佳话，不料两人却产生了分歧，胡金铨半途退出，最终由徐克、程晓东、李惠明、金阳化和许鞍华5大导演联手完成了剩下的部分。虽然制作过程历经波折，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影片最终所呈现的效果。剑气不过是我的3成。电影上映后，不但获得了影迷的一致认可，更被众多电影人誉为新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。本片的成功得益于胡金铨导演对金庸先生原著透彻的理解，他以诗意的影像意境展现了中国的儒学和道学，让影片具有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神韵，同时也展现出了金庸先生笔下武侠世界的精髓。前辈，您是？你何必知道呢？就是明这个字，拟出了天下人的福祸是非。而徐克又赋予了影片浪漫的气质，同时又兼具一种徐克式借古讽今、政治批判的冷峻风格。快意江湖的侠客无疑是浪漫化、理想化的，但是尔虞我诈、冷酷的江湖才是真实世界的样子。徐克将这2个必然的对立面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同时又不相矛盾。你已经断了他的经脉。说一套做一套，他才是真正的叛徒。想想我们所生活的世界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我们总有许多浪漫理想的憧憬，结果却惨遭现实一次次无情的打脸。这个世界确实很美好，但是终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哦。影片故事相比原著虽然有不小的改动，但是所塑造的人物却是非常的生动又饱满哦。当然，这也离不开一众实力派演员在片中的完美表现。许冠杰饰演的令狐冲被公认为是性格最符合原著精神的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他将令狐冲豪迈的江湖之气与放荡不羁的市井之气完美的融为一体。唯一的遗憾就是许冠杰当时的年纪稍微大了那么一丢丢，比起 TVB 剧版的《笑傲江湖》中吕颂贤饰演的令狐冲少了那么几分灵气。落剑士。师傅。叶童饰演的小师妹岳灵珊乖巧可爱，气质不凡，可惜观众怎么看她都像许仙，很难去客观的评价其在片中的表现。刘询饰演的东厂公公心狠手辣、阴险奸诈，活生生就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反派太监，根本就没有表演的痕迹嘛。笑错了会没命的，最后笑的是我。歌神张学友也是足够惊艳，眼神、表情、动作全是戏，曾让玄酱一度觉得张学友就是一个城府极深的阴险小人。那你替我拿个主意吧。不敢。标下知道他是条狗，不过狗肉一向会乱咬人，而且这次我们出动这么多人马，会不会小题大做，得不偿失啊？还有一众生动的人物角色，玄酱在这里就不跟大家一一赘述了。本片的武打场面也是相当出彩，有程晓东坐镇，自然少不了那些飘逸灵动、精美绚丽的经典武打场面。除此之外，本片还有一首超赞超经典的主题曲《沧海一声笑》，由黄沾填词，顾嘉辉编曲，
该曲巧妙地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的五音排序，演化成了旋律起伏、朗朗上口的小调，再配上豪情满怀、气概云天的歌词，更把那种身在高处、心却坦然的豪迈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。《笑傲江湖》获得成功后，徐克紧接着联合程晓东打造了《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》。本片保留了前作中对于江湖和侠义的理解，但是诠释的没有前作那般生动出彩。虽说片中也有借古讽今的政治隐喻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本片更加注重的是商业娱乐效果。你光顾着你的酒壶，它比我的命还重要啊！哎呀，你懂轻功，酒壶不会啊。铸就本片成为经典的几个要素是演员、武打设计、视觉效果。这个和前作嘛走的不是一个路子。葵花挪移大法。演员方面，徐克慧眼识珠，让林青霞反串东方不败，更让原本只是配角的东方不败成为了影片的绝对主角。林青霞的出彩表现不负徐克的厚望。他将东方不败男性时的英武霸气，和女性时候的妖娆妩媚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徐克这一次颠覆原著的神来之笔，也为香港武侠电影史画上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李连杰饰演的令狐冲虽然不及许冠杰饰演的那般豪迈不羁，不过颇有灵性。龙归大海，运转之际，华山剑法。我是令狐冲啊。李嘉欣饰演的岳灵珊和关之琳饰演的任盈盈，虽然没有太多亮点，不过两大女神用颜值支撑场面。前作中饰演太监的刘询，在本片中饰演了一身正气、忠肝义胆的项目问天。千面如来果然非浪得虚名，刮掉胡子就是阴险小人，贴上胡子咱就是正派大侠。胜负论英雄，我属他心服口服。你动手吧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反派 BOSS 专业户任世官饰演的任我行狠毒霸气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也给众影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程晓东为本片设计的武打场面相比前作出彩不少，加入了唯美与浪漫元素。金庸原著的意境被刻画得美不胜收，镜头角度多变，快速剪辑的节奏把控非常到位，也让片中出现了众多经典的武打场面。特别是令狐冲与项问天比剑的一幕，借助威亚展现出了独孤九剑招式的多变与灵敏。破剑式，还使用了倒剪辑的手法，从视觉上呈现出了令狐冲用剑时的随心所欲的境界。好厉害的剑法！还有片末大战东方不败一幕，真可谓是天马行空，把电影人对武侠片的想象发挥到了极致。而令狐冲攻击东方不败时所使出的独孤九剑剑气，那更是帅我一脸。破剑式，看你能救哪一个啊！四式合一。本片不单武打场面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一流，场景也颇为讲究。譬如令狐冲和东方不败初会，两人在水中对视饮酒，展现出了令狐冲侠骨柔情，还有东方不败阴柔的一面。等我回来再替你取个代号。令狐冲和项问天在弥漫着烟雾的树林比剑，展现出来的是高手之间高手过招的意境。而黑木崖一战除了砖石建筑的背景，就只有悬崖峭壁和空荡荡的天空。
也为3大绝世高手最后的对决营造出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气氛。还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细节，玄奘在这里就不跟大家一一赘述了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就自行上网搜寻，自行观看吧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。如果小伙伴们发现玄奘说漏了什么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哦。关注、点赞、转发来一波，玄奘打卡下班喽！咻咻咻。